你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吗？每天早上被闹钟叫醒，挤上同一班拥挤的捷运，坐在同一个办公桌前，处理着昨天明明已经做完，今天却又冒出来的琐事。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，吃个饭，划个手机，一天又结束了。隔天醒来，一切重新开始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有时候你会忍不住停下来问自己，我到底在忙什么？这一切有什么意义？如果这听起来像你的生活，那么恭喜你。你并不孤单，早在几千年前的古希腊神话里，就有一个人完美预言了现代人的处境，他的名字叫做薛西弗斯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不只要讲述一个关于神话的古老故事，我们还要透过法国哲学家卡牟的眼睛，来看看为什么这个看似最悲惨、最绝望的惩罚，居然蕴藏着治愈我们现代人精神内耗的终极解药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推开这颗石头。在古希腊神话中，薛西弗斯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，他是科林斯城的建成者与国王，以极度聪明、机智，甚至是有点狡猾而闻名。他有多聪明？他聪明到连神都敢骗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天，薛西弗斯无意间发现了天神宙斯绑架了河神的女儿，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河神，换取了城邦需要的水源。但这举动彻底惹恼了宙斯，宙斯一气之下派出了死神塔纳托斯去索取薛西弗斯的命。但薛西弗斯是谁？他可是人间最狡猾的国王。当死神拿住手铐准备带走他时，他假装对这副手铐很感兴趣，哄骗死神示范怎么用。结果咔嚓一声，死神把自己挤铐住了，这下可好，死神被囚禁，人间再也没有人死亡，老病的人死不了，战场上砍断了头的士兵也还活着，整个世界的秩序大乱。最后，战神阿瑞斯看不下去，亲自出马解救了死神，薛西弗斯这才被带到了冥界。但他还没放弃，在临死前，他偷偷交代妻子，千万不要为我举办葬礼，也不要献祭。到了冥界后，他跑到冥王黑帝斯面前痛哭流涕，抱怨妻子不孝，没有让他得到应有的尊重。他请求冥王让他回人间3天，好惩罚妻子并安排后事。冥王答应了。但薛西弗斯一回到温暖的人间，看见美丽的阳光和湛蓝的大海，他哪里还肯回去？他直接赖皮，在人间又快乐地活了许多年，直到他老迈的再也逃不动为止。薛西弗斯2度欺骗了死神，挑战了神明的权威。他热爱生命，鄙视死亡，但诸神会放过他吗？当然不会，等待他的是神话中最残酷的惩罚。诸神经过开会讨论，为薛西弗斯量身打造了一个惩罚。他们没有折磨他的肉体，也没有把他关进火海，他们只是放了一颗巨大的石头，命令他把石头推到一座陡峭的山顶上。这听起来似乎不难，但这个惩罚残酷的地方在于它的物理设定。每次当薛西弗斯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忍住肌肉的撕裂痛楚，好不容易把石头推到距离山顶只差最后1公分的时候，石头就会因为自身的重量无情地从他手中滑脱，轰隆轰隆地滚回山脚下。然后薛西弗斯必须走下山，重新把石头推上去，推上去，滚下来，再推上去，再滚下来。没有终点，没有希望，没有任何成果。诸神非常清楚，世界上最可怕的折磨不是肉体的痛苦，而是无效且毫无希望的劳动。当你剥夺了一个人行为的意义，你就彻底摧毁了这个人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沙子装进漏了洞的袋子里，或者像开头说的，每天重复着枯燥、没有成就感、随时可以被取代的工作，直到退休。薛西弗斯的石头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我们背负着房贷、车贷、业绩压力、考试成绩，我们努力把石头往上推，但月底一到，账单一缴，石头又滚回了山脚下。这是一个绝望的故事。如果故事只停在这里，那我们只能抱着一起哭了。
但在20世纪中叶，有一位哲学家看到了这个故事完全不同的面向。1942年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·卡牟出版了一本著名的散文集，叫做《薛西弗斯的神话》。卡牟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，叫做荒谬。什么是荒谬？人类天生有一种渴望，想要寻找生命的意义，想要世界传达于我们一个合理的答案，但是这个宇宙是冷漠的，它根本不在乎我们，也不会提供我们任何答案。人类的呼求与世界的冷漠碰撞在一起，就产生了荒谬。薛西弗斯的处境就是荒谬的极致，但是卡牟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，不是他费力推石头的时候，而是石头滚落山脚，薛西弗斯转过身，慢慢走向山脚下的那段时间。卡牟写道，我对薛西弗斯在这个下山过程中的时刻感兴趣，这个时时刻刻走向无尽折磨的男人，他在此刻是清醒的。当薛西弗斯看着石头滚落，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命运，他知道这一切没有终点，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这颗石头的轨迹，但他崩溃了吗？他绝望了吗？没有。卡牟认为，正是因为薛西弗斯看透了这一切，他反而自由了。当他迈开步伐，走向山脚下的那一刻，他不再是命运的奴隶。神明可以强迫他推石头，但神明无法控制他如何看待推石头这件事。如果薛西弗斯在推石头的过程中，把注意力放在感受肌肉的收缩，感受岩石的粗糙，感受山上的微风，并且告诉自己，这就是我的命运，但我选择去承担它，那么他就战胜了诸神。他的每一次推动都不再是被迫的惩罚，而是他自己主动的选择。他用蔑视命运的态度否定了神明的惩罚，这就是最高级的反抗。卡牟在那本书的最后留下了震撼哲学界的一句话，我们必须想象薛西弗斯是快乐的。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可能无法改变每天必须早起上班的事实，我们可能无法立刻摆脱经济的压力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那颗推不完的石头。如果我们一直盯住那个虚无缥缈的山顶，一直想着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脱，那我们就会永远活在痛苦与焦虑之中。意义不在山顶，而在于你推石头的过程。生活本身就是意义。你在通勤路上听的一首好歌，下班后为自己煮的一碗面，跟家人朋友的一场大笑，这些都不是为了达成什么伟大的目标，这些就是生活本身。承认生活的荒谬，看透日常的徒劳，然后依然选择热爱它，拥抱它。当你不再寻求外界赋予你意义，而是由你自己来定义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时，你那颗沉重的石头就不再是折磨你的刑具，而是你存在过的证明。你也是推石头的人吗？下次当石头又滚下来的时候，不妨拍拍手上的灰尘，微笑着走下山吧，因为这一次是你自己决定要把它推上去的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帮我按下订阅和喜欢。你生命中的那颗石头是什么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